纳诺一笑生死难料，纳诺一哭两盘皆输。这次撒旦之女纳诺摇身一变，变成了千万网红，靓丽的外表，可爱的性格，让她成为无数粉丝心中的女神。她会拉着闺蜜跳舞直播，向粉丝展示曼妙的舞姿。她还会尽责地为公司带货，推销各种网红护肤品，为帮粉丝把关和确保产品质量。娜姐更是决定要亲身试用20天，看得出来她是真心为粉丝们着想。就在娜姐全心全意试用产品的时候，另一边，美妆和网红界接连发生了怪异事件，比如性感女主播直播卖手电筒，正卖力地吆喝着买它买它，突然来了一个叫莫妮卡的黑粉，在底下开始各种调侃和谩骂，气得女主播要把黑粉踢出去，可不仅踢不出去，竟然还发生了诡异的事情。她的身体突然不受控制，一边哆嗦着一边开始旋转脑袋，随着一声脆响，瞬间领了盒饭，死法诡异。这个莫妮卡的网友更诡异。接下来是化妆品公司员工小山，小山累了一天，回到家先在床上小憩一会儿，接着开始刷手机。小山天生丽质，可惜是个盲人。然而恐怖的事情还是发生了，先是收到一个奇怪的语音，说莫妮卡艾特他了，接着在洗澡时竟然让他摸到了黝黑滑溜的一双脚。洗完澡又收到莫妮卡的奇怪信息，吓得小山慌忙扔掉了手机，可他还来不及逃跑，就被一双黑手举高高，咔嚓一声脆响，他的脖子整个扭断了。又是一起诡异杀人案，下一个是大熊妹了，顶着一张科技与狠活的美丽脸蛋，吸引了一大批好色男。她正陶醉于自己的绝世容颜，突然开始做出诡异的举动。监控中她似乎被什么脏东西缠上，却怎么也挣脱不开，最后疯了一般跑了出去。很快网红车祸惨死的消息冲上了热搜。你以为这个莫妮卡专挑美女下手吗？当然不是，下一个就是这个网红经纪人黑仔。黑仔不仅长得黑，心眼也是大大的黑，那些跟他签约的女网红平时都没少受到他的压榨和谩骂。此时黑仔又在忽悠某个小姑娘给他当摇钱树，突然一双比他还黑的手抚摸上他的脸，摸着摸着就开始掰开他的嘴巴。黑仔死的算是比较安详，没有受到太多惊吓，而他的2个兔女郎也没能幸免于难，一个被撅成蜘蛛状，一个在惊吓中被虐死。就这样一众美女相继遇害，不过美女遇到过惊吓的同时还能赏心悦目。接下来出场的是化妆品公司女老板了。小美不仅人长得美，还有一个非常爱她的帅气男友，但她也是无良商家，专门售卖3无劣质产品。她也收到了莫妮卡的信息，按照惯例，凡是被莫妮卡艾特的人不但难逃一死，而且死法清奇。毕竟小美平时没少做缺德事，这种害人的事怎么可能绕开她呢？小美正一边抹着面霜一边按摩皮肤，突然镜子里的自己好像变了一个人，开始用手抓破脸颊，直到抓破相为止。显然小美开始出现幻觉了。晚上电闪雷鸣，又赶上莫名的停电，这已经够恐怖的了。更恐怖的是手机显示莫妮卡进来了，紧接着是一阵疯狂的敲门声，小美吓得满屋子乱窜，好在帅气男友及时出现，这才躲过一劫。这个莫妮卡为什么一直缠着她？她到底是谁？面对男友的疑问和担忧，小美随即打开了一个视频。视频中一个女网红在直播中自杀了，而这个女网红就是莫妮卡，也就是我们的奈姐。原来莫妮卡竟然就是奈姐，这是一个一盒面霜引发的血案。娜姐之前代言了小美的网红面霜，殊不知这成了她噩梦的开始。没用几天，奈姐的脸就开始过敏，但她并没有在意，仍然在直播中宣传面霜的功效。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别说是细腻光滑了，整张脸溃烂剧痛无比，变成了半毁容的状态。不得不说奈姐也太实在了，明明不对劲却还坚持抹了20天。靠脸吃饭的网红，没什么比毁容更痛苦的，但更痛苦的还在后面。无良商家卖3无产品，出了问题却一概不管。小美不仅没露面，还安排底下员工小山敷衍小美，并坚决拒绝赔偿。没想到小山长得美，却冷漠至极。น้องมีหลักฐานอะไรมาปักปั๊มพวกพี่คะ？经纪人黑仔更是典型的钱奴，非但事不关己，还以奈姐毁容为由趁机和他解约。心如死灰的奈姐选择鱼死网破，干脆在直播中揭露了垃圾面霜的真相。ใช้ครีมนี้เนี่ยจะได้หน้าเหี้ยกันทั่วหน้าค่ะทุกคน。歹毒至极的美人攻心计开始了。小美只用了5000块就买通了奈姐的渣男友，偷拍了不雅视频。第2天网上爆出了奈姐的小视频，ต้องแชร์แล้วล่ะ。而奈姐的网红同事，开头卖手电筒的女主播和2个兔女郎，甚至奈姐的好闺蜜，还疯狂转发奈姐的不雅视频，导致奈姐身败名裂，遭遇了各种网暴、毁容、背叛、网暴，这足以击垮已然崩溃的奈姐。最后奈姐在直播中选择了上吊自尽。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，娜姐最终变成冤魂索命，用她的方式开始了疯狂报复。在杀完这一圈人之后，轮到渣男友。娜姐死后，她迅速勾搭了一个网红，果然渣男身边不缺美女，不过她也算死得比较痛快，在众多好友的陪伴下嘎了自己。重点要报复的人是小美，肯定不能让她死得痛快，必须让她像当初的自己一样生不如死。很快小美的脸也开始过敏了，这天晚上她又开始忍不住的抓脸。随着一阵阴风袭来，娜姐来了，小美吓得不停后退，呼吸也变得急促。紧接着一个鬼影闪现，小美被狠狠推下了楼梯，不过她并没有死，仅仅是脸部受伤，腿折断而已，这回直接坐上了轮椅。ว่าครีมของสาทำให้หน้าน้องเขาพังจริง
没想到死到临头，小美还在狡辩，但下一秒，小美就被一股力量按在桌子上，全身动弹不得。男友拼尽全力才把她抱了起来，但这还没完，画面一转，小美已身处在天台，娜姐就站在她身后。จะรีบไปไหนคะพี่สาว此刻的小美只能任鬼宰割，嘎嘣一声，她的腿被踩断了，接着被按在地上拖行。这一次男友又及时赶到了，小美男友是绝世好男友，就算得知了全部真相，也要不离不弃的守护小美。จากรักษานะจากก็รับจากนะ这一波狗粮撒的，让娜姐瞬间不开心了。接着让小美最痛心的一幕发生了，娜姐当小美的面，把她的挚爱男友推下楼摔死了，却唯独留了小美一条命，因为还要留着慢慢折磨。小美在痛苦中度过了6个月，不仅身心遭到了极大的摧残，而且奈姐还时不时出来吓她一番，主打就是一个永久陪伴，让小美每天活在生不如死的状态中。所有人都是共犯，不只是直接伤害她的人有罪，那些在网络上霸凌转贴暗赞的人都是共犯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不得不说，化作厉鬼的奈姐也真是够狠。看到结局，终于明白为什么影片叫让我死了。总之，不要用3无产品，小心毁容。网红有风险，代言需谨慎。